随便打开家里储物间橱柜深处，大概率能扒出一台蒙着厚厚灰尘的老式豆浆机，机身发黄，滤网堵死。曾经逢年过节人人争抢购置的厨房刚需，如今沦为闲置落灰的旧物件，一边是当年家家户户人手一台的鼎盛光景，一边是如今商超专柜缩至角落，新房采购清单直接除名的冷清现状。巨大反差摆在眼前，难免让人心里生出疑问：豆浆机究竟是彻底退出市场，还是换了模样藏在我们身边？今天咱们就借着生活回忆、行业发展、消费变化，完整捋清楚这台国民家电从爆火到边缘化的全过程，背后藏着普通人的生活变迁，品牌商业博弈与制造业底层规律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全自动豆浆机还没有问世，普通人想喝一杯地道热豆浆，整套流程繁琐到让人望而却步。头天夜里必须提前泡好黄豆，浸泡时长把控，不好口感直接大打折扣。农村家庭依靠石磨、手摇磨豆器反复研磨，城市住户只能手动小型磨浆工具。磨完浆液还要拿出纱布反复挤压过滤豆渣，豆渣潮湿黏腻，粘在手上滚烫难清理。灶台台面到处散落残渣，过滤完毕的生豆浆不能直接饮用，倒进铁锅小火慢熬。最棘手的便是豆浆假沸难题，表层泡沫翻滚，看似完全烧开，内部温度仅有80-90度，有害物质没能充分分解。贸然饮用极易腹痛腹泻，必须守在灶台持续搅动5-6分钟，稍有分心豆浆一锅，灶台油污厚重难擦洗。上班族想要清晨自制豆浆，光是前期准备，全程值守就要耗费1个多小时。日常工作日根本没有多余精力，自制豆浆在当年只是闲暇时才能实现的奢侈小事。1994年，创始人王旭宁凭借自身爱喝豆浆却厌烦手工磨浆的痛点，研发出全球第一台全自动豆浆机。初代机型外观简陋，却直接颠覆传统豆浆制作模式，把泡豆、研磨、过滤、熬煮整套工序全部整合进小型机身。消费者只需放入黄豆与清水，轻按启动按键，20分钟左右就能直接产出可饮用的熟豆浆。这项集成式创新在当年属于颠覆性厨房黑科技，彻底砍掉手工制作的多重繁琐步骤，大幅降低家庭自制豆浆门槛。只是这款产品诞生初期市场认知度有限，销量始终不温不火。真正让豆浆机彻底引爆全民消费市场的关键节点，是2008年3聚氰胺奶粉安全事件。这场食品安全风波彻底击碎大众对乳制品的消费信任，所有人迫切寻找安全评价的蛋白饮品，刻在国人饮食基因里的豆浆顺势成为牛奶最优替代品。一时间，自制豆浆成为家家户户刚需，豆浆机销量迎来雪崩式暴涨。头部品牌九阳借着这波风口迅速占领全国市场，同年完成上市，巅峰阶段豆浆机年销量突破1000万台，城市家庭市场渗透率居高不下，直接和电饭煲、电热水壶并称厨房3大标配家电。逢年过节送礼场景里，豆浆机是体面又实用的首选礼品。晚辈拜访长辈，企业年终福利，新婚乔迁贺礼，人人都愿意拎一台豆浆机上门。彼时不管线下商超、乡镇家电门店，豆浆机专柜永远占据店铺核心 C 位。进店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，走到哪里都能听见邻里讨论豆浆机的选购技巧，属于豆浆机的全民消费巅峰，整整持续了数年。风光无限的市场红利之下，豆浆机与生俱来的3大硬伤慢慢暴露，也是它后续逐步失势的核心根源。第一个无法规避的痛点就是清洗难度大。老式机型标配金属细密滤网，
研磨完成后，豆渣牢牢卡在滤网缝隙，不及时冲洗豆渣风干结块，只能搭配专用小毛刷反复搓刷。机内加热管刀头缝隙、机头夹层全是藏污纳垢区域。喝一杯5分钟，清理机器最少10分钟。细小残渣很难彻底清理干净，长期残留还会滋生异味细菌。当代年轻人极度排斥需要额外花费大量时间打理的家电，这种反人性的使用短板，直接劝退大批潜在消费者。第二大痛点是工作噪音刺耳。早期豆浆机单层机身，无专业静音结构，高速电机撞击黄豆产生尖锐轰鸣。清晨6点启动机器，全屋家人乃至隔壁住户都会被噪音吵醒，想要安静做早餐的需求完全无法满足。购买初衷是提升生活幸福感，实际使用却持续制造噪音困扰。长期下来，很多人干脆减少开机频次。第三大短板就是功能极度单一，整机核心作用仅能制作豆浆，勉强附带米糊模式，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用途。如今城市住宅房价高昂，厨房收纳空间寸土寸金，一台占地不小，只能单一使用的小家电，一旦使用频率降低，就会被视作占用空间的累赘。即便厂商陆续迭代无网研磨、免滤款式，也只能优化豆浆口感，没能拓宽产品使用场景。三大硬伤叠加，让豆浆机的市场口碑慢慢下滑。就在各大品牌埋头改良清洗降噪问题时，破壁机横空出世，开启降维打击。2015年前后，破壁机概念全面普及，二者底层运转逻辑相近，都是依靠电机带动刀片粉碎食材，但破壁机转速直接拉至2万至4万转每分钟，粉碎细腻程度远超传统豆浆机。黄豆连带豆皮完全打成细腻浆液，无需额外过滤，入口没有粗糙渣感，口感实现质的飞跃。更关键的是，破壁机功能全面覆盖多类食材，制作豆浆、鲜榨果汁、打磨冰沙、搅碎肉馅、研磨五谷干粉、熬煮浓汤，一机全部搞定。以往需要单独购置豆浆机、榨汁机、绞肉机、研磨机4台设备，如今一台破壁机就能全部替代，完美契合消费者缩减家电数量、节约厨房空间的核心需求。即便初代破壁机噪音同样偏大，可全能属性带来的使用价值，让消费者愿意包容短板。线下商超消费者选购时，优先选择破壁机，传统豆浆机的客源被持续分流，生存空间不断压缩。面对破壁机带来的市场冲击，豆浆机原生品牌没有被动放弃赛道，而是选择技术移植完成产品转型。市面上主打豆浆机起家的头部家电企业，如今同样占据破壁机市场主流份额。早年研发豆浆机沉淀的边搅拌边加热温控程序、防疫感应探头、食材熬煮逻辑，全部无缝迁移到破壁机产品内部。市面上绝大多数破壁机专门搭载独立豆浆模式，很多家庭购买破壁机最高频的使用场景依旧是制作豆浆。某种程度来说，豆浆机核心技术内核并没有彻底消失，只是更换机身载体，以全新形态继续留在大众厨房之中。当代年轻人生活节奏彻底改变，外卖、连锁便利店、早餐门店全面普及，进一步压缩豆浆机使用场景。从前长辈拥有充足空闲时间，晚间提前泡豆，清晨等候机器制浆。如今都市上班族晨间睡眠时间格外珍贵，没人愿意早起半小时等待豆浆制作。线下便利店随时售卖冷热无糖、黑豆、原味多款成品豆浆，微波炉加热就能直接饮用。街边早餐铺一杯豆浆，评价实惠。外卖平台线上下单早餐直接送货上门。外购豆浆省去泡豆、打磨、清洗全部流程，
时间成本几乎为零，自制豆浆机的性价比持续走低。这里也能延伸出大众普遍存在的消费心理，多数人选购小家电时，购买的不只是机器本身，更是对健康精致生活的美好幻想。入手豆浆机时，脑海里浮现清晨悠闲自制豆浆搭配面包的舒适画面，实际生活却是早起被噪音打扰，用完还要费力清理残留豆渣，理想使用场景和现实体验落差巨大。豆浆机很容易沦为闲置吃灰单品，和它境遇相似的同类没落小家电还有酸奶机、面包机、豆芽机这类产品统一存在功能单一、平价替代渠道充足的问题。超市现成酸奶，菜市场新鲜豆芽随处可得，没必要花费几百元购置专用机器，还要承担操作失败、设备清理的额外成本，长期闲置是必然结果。为了在萎缩的市场里守住生存空间，当下豆浆机衍生出2条截然不同的转型路线。第一条路线是迷你网红单人款，瞄准独居青年、办公室使用人群，容量控制在300毫升左右，一次制作刚好1人饮用，不存在剩余浆液存放难题。机身采用马卡龙，简约复古高颜值外观，小巧体积不占桌面空间，单次使用残渣少，清洗流程大幅简化。这款产品售卖的不只是制浆功能，更是适合社交平台分享的精致生活氛围感。随手拍照分享就能收获大量关注，精准抓住年轻人分享欲。第二条路线是高端全自动自清洁旗舰款，直击消费者最反感的清洗痛点。搭载自动进水、高温蒸汽除菌、自动冲洗、热风烘干全套系统。制作完成后，机器自主完成清洁步骤，废水收纳至专用储水盒，全程无需手动擦拭刀头、滤网，使用体验大幅升级。但产品定价同步拉高，动辄数千元的售价，脱离早年豆浆机亲民平价的定位，变成追求品质家庭的高端厨房单品。跳出单品兴衰的视角来看，豆浆机行业的发展其实是国内家电制造业完整的技术孵化器，为解决老式豆浆机噪音、糊底、粉碎不均、溢锅等各类痛点，工程师持续研发高速变频电机、静音风道结构、耐高温陶瓷涂层、精准防疫温控探头等核心技术。这些自研技术没有随着豆浆机销量下滑被搁置，反而全面赋能全品类厨房家电。高速电机运用在手持吸尘器、家用吹风机、静音结构改良破壁机、扫地机器人运行噪音、精准温控探头优化电饭煲、电炖锅熬煮程序。豆浆机看似市场体量缩水，可它孵化出的全套家电技术遍布家家户户各类电器之中，持续推动国内制造业整体升级。回望豆浆机从1994年诞生，2008年销量登顶，2015年后被破壁机分流的完整30年发展历程，完整记录国人饮食结构。消费观念的层层升级，早年物资有限，大众消费核心诉求是拥有自制饮品的渠道，只求安全能饮用。食品安全风波过后，大家优先看重食材制作的健康可控，拒绝外购成品存在的安全隐患。到如今消费全面升级阶段，消费者同时追求操作便捷、口感细腻、一机多用，不愿为单一功能耗费时间、占用空间。不同时代大众的核心需求不断转变。曾经适配2008年市场焦虑的豆浆机，自然无法匹配当下多元高效的消费诉求。新旧消费观念的落差，直接造就豆浆机边缘化的现状。如今豆浆机看似市场热度退去，实则它的核心功能被多渠道拆分分流，自制豆浆的需求从来没有彻底消失。
只是不再完全依靠单一豆浆机实现。破壁机承接家庭自制豆浆的功能需求。便利店、早餐店、瓶装植物奶品牌承接便捷饮用需求。家用小型迷你豆浆机承接单人精致自制需求。高端专业机型承接风味追求人群需求。实体门店大体积传统豆浆机销量下滑，只是需求被各类渠道拆分，而非大众彻底放弃豆浆饮品。站在怀旧人文角度重新审视，豆浆机在特定年代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时代使命。当年乳制品信任崩塌的阶段，它给无数普通家庭带去饮食安全感，依靠工业化简易设备，把流传1000年的手工豆浆制作技艺普及到千家万户，避免传统豆浆制作方式被咖啡、碳酸饮料等外来饮品彻底挤压断层。老式豆浆机运转时的嗡鸣，煮沸后浓郁的豆香，滤网残留的细微豆渣，都是独属于家庭自制的烟火温度。流水线批量生产的瓶装豆浆，便利店速食饮品永远复刻不出亲手打磨带来的生活氛围感。周末放下匆忙工作，拿出黄豆浸泡，启动闲置多年的老式豆浆机，静静等候一杯现磨热豆浆，才能真切感受到独属于过去年代慢节奏生活的温柔。豆浆机逐步淡出主流视野的经历，也能带来关于消费主义的深度反思。很多人选购小家电时容易陷入跟风冲动消费，分不清自身真实需求和幻想式生活期待，单纯看见网红种草、亲友推荐就盲目下单，忽略产品后续使用、打理成本。商业品牌不断制造新家电概念，追求售卖效率，刺激大众持续消费。可真正的生活核心重在亲身体验。想要喝健康豆浆，没有豆浆机也能依靠铁锅、纱布手工制作。若是单纯跟风购置，再高端的设备最终都会闲置积灰。商业永远追逐效率迭代，生活却可以自主选择快慢节奏。豆浆机输在使用效率不及破壁机、外购饮品，但它承载的家庭手工温情是流水线商品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。我们可以拿方便面作为对标存活消费品案例。早些年，大众普遍预判外卖普及会彻底淘汰方便面，可方便面依靠高端化细分风味，线下速食门店成功稳住市场，并没有彻底退出大众视野。豆浆机也是同理，千万台年销爆款的时代难以复刻。只要国人依旧偏爱温热豆浆，对植物蛋白饮品存在长期需求，豆浆机就不会彻底消亡，只会缩小受众圈层，专门服务愿意慢下来、追求现磨纯粹口感的人群。预判未来小家电市场长期会分化成2大清晰赛道。第一条是全能集成一体机赛道，集成料理机、多功能破壁机、集成灶都属于这类产品，整合多种烹饪、研磨功能，缩减厨房家电数量，适配小户型，追求高效的消费群体。第二条是极致专业细分高端单品赛道，单一设备只深耕一项功能，把使用体验、成品风味打磨到行业顶尖水准。好比专业意式咖啡机只专注萃取咖啡，未来豆浆机也会向这条赛道靠拢，不再是全民标配基础家电，转而成为饮品爱好者、美食发烧友的专业工具，甚至会出现定价高昂、研磨工艺顶尖的专业商用家用豆浆机，主打极致豆浆风味萃取。除国内市场转型之外，出海外销是豆浆机品牌另一重要发展赛道。国内传统豆浆机市场逐步萎缩，海外植物奶饮食风潮持续兴起，海外消费者疯狂追捧杏仁奶、燕麦奶等各类植物蛋白饮品。国内豆浆机稍加调整程序，
就能变身海外热销植物奶机。跨境电商平台售价远高于国内定价，实现国货技术反向文化输出。早年国内家电市场引进西方咖啡机技术，如今我们自主研发的豆浆研磨设备反向销往海外，商业市场的循环交替，处处藏着时代戏剧性。整篇内容梳理下来，能得出一句核心总结金句：产品从来不会凭空消失，只是消费人群与时代需求持续改变，不主动进化，调整自身适配市场，最终只能被时代淘汰。豆浆机的没落从不是产品本身失去价值，而是现代人时间成本变高，厨房空间有限，口感需求升级，旧款单一机型无法匹配全新生活方式，只有拆分原有技术，分化产品定位，开拓海外市场，才能持续延续产品生命力。这一道理不仅适用于豆浆机，所有消费品乃至普通人自身发展，都遵循相同规律。最后和大家互动提问：你的家里是否还留存着当年抢购的老式豆浆机？如今是日常正常使用，还是长期放在橱柜角落积灰？又或是早已换成全能破壁机？不管这台机器如今是什么状态，有空不妨重新启动一次，听听熟悉的电机运转声响，重温独属于一代人的厨房烟火记忆。好，关于豆浆机数十年起落浮沉的完整故事，今天全部聊完，我们下期见。